朱由检，你把大明玩没了，可知罪？罪个屁！朕累断腰补烂摊子，臣僚吃里扒外，天要亡民，非朕之过。见过昏君，没见过你这拼尽全力还输的。罢了，看你殉国时还念着百姓，破例送你回去。真能重来，朕定雷霆整治朝野，赤逐东林虚浮之辈，扫尽清谈歪风，务实理政，以安天下。朕果真回来了，此刻距剑奴破关南下还有1年，这一事朕早做筹谋，绝不让亡国惨祸重演。大半，王大半在哪儿？奴婢在。去，把魏忠贤带到暖阁等着。另外，你再给朕准备点东西。老奴魏忠贤拜见皇爷。来人，赐酒。先皇老奴随你去了。皇上，现在知道盐打哪头咸，醋打哪头酸了。知道了，老奴知罪，老奴罪该万死。万死，你倒是会说。看看这些，参你的折子叠起来比人还高。魏忠贤，你这可是破了我大明的记录了。魏忠贤，朕问你，先皇待你如何？皇上明鉴，先皇对老奴有天高地厚之恩啊。好一个先皇待你不薄。他是朕的兄长，将江山托付于朕，他的身后事朕想办得风风光光，不知道你可有异议？皇上圣明，先皇在天之灵必定欣慰。可是朝廷如今连给先皇办葬礼的银子都凑不齐。皇上，老奴愿献出所有家财，送先皇最后一程。就凭你在外头的几处宅子，朕早已下旨抄没，你还想献银子？你如今还有银子可献吗？朕问你，你的家产拢共能折多少银子？回皇上，老奴未曾细算过，但古玩字画、金银田宅加起来，大约2000万两吧。看看这个，看明白了，魏忠贤，堂堂9000岁，把持朝政，迫害忠良，在我大明几乎一手遮天，结果抄家一算，只贪了500万两。老奴愿为陛下揪出这群吞噬赃银、欺君罔上的蠹虫，定将银子一分不少献于陛下。你能想到这一层，说明还没糊涂到家。朕给你个差事，办好了，往后自有你的位置；办不好，你照旧去金陵守灵，但能不能活着走到，就看你的造化了。陛下隆恩，老奴拼上性命也定将差事办好。你带着东厂的人不必做别的，只按参与抄家的官员名单，挨家秘密查探他们府上的底细。现在是亥时刚过，寅时之前，若还不能把结果送到朕面前，你就直接收拾铺盖上路去金陵吧。老奴领旨，定不负陛下所托。陛下，朕知道你要说什么，用魏忠贤，朝堂上必然会非议四起。方才你也听见了，他亲口说2000万两，报上来却只剩500万，这差的已经不只是1500万两银子的事，而是我大明朝堂里里外外蛀虫已到了不清理不行的地步。把里头当值的猴崽子全给杂家叫起来，立刻！只有800万两。陛下容禀，这些贪官抄没之后，多半会拿银子打点同党，稳固关系，剩余700万两，恐怕已散了出去。求陛下再宽限些时日，老奴定能查个水落石出。不必了，皇兄等不起，朕也等不起。明日早朝，你先动这2个，最后这一人视情况再动手。
这差事你办得不差，但也算不上好。明日朝堂上你若机灵，朕或许会留你。木斋公，听说昨天晚上皇上居然找魏忠贤进宫了，老夫也得到信儿了。据说召见完，那阉贼跑到了东厂。木斋公，今天早朝是否可以投石问路？恩师，前日皇上只让弟子查抄阉贼府邸已经完成，昨日晚间弟子将一应事宜写好了奏折，正等今日上朝呈奏皇上。好，刘松，等会儿上朝你先奏报，探探皇上的口风。阉贼这身打扮，难道是已经被皇上定罪了？是了，昨晚皇上召见阉贼，肯定是定罪了，不然今日阉贼不可能是这身打扮。刘松，你要扬名了。阉贼，你也有今日。阉贼，你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卖官鬻爵，祸乱朝纲，本官恨不得生啖你肉。把魏忠贤从发配路上拽回来，直接拎到朝堂上，这帮文官恐怕得像嗅到腥味的苍蝇，一窝蜂扑上来。一个失势的魏忠贤，真能压得住这场面吗？陛下，臣有本奏。讲。臣参奏原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卖官鬻贵，祸乱朝纲。臣前日奉陛下旨意查抄其府邸，抄出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无数，粗估折银500万两。陛下，如今国库空虚，边军连年欠饷，黄河灾民遍地，魏忠贤实乃国之巨兔。臣请陛下将此寮处以极刑。好一个国之巨兔！来人，把魏忠贤给朕押上殿来。罪奴魏忠贤，叩见皇上。魏忠贤，你既已知罪，还有何话可说？老奴受先皇隆恩，无以为报，唯愿追随先皇于地下。你还有脸提先皇？先皇待你何等信任，授予你何等权位？你呢？贪赃枉法，把持朝政，你就是趴在大明身上吸血的蠹虫。如今边军等饷，灾民待赈，哪一样不比先皇葬礼要紧？哪一样不比先皇急需银子？不对吧？老奴怎么记得我的家财总计该有2000多万两？若是这个数，边晕发饷，灾民赈济，再加上风风光光送先皇一程，应当绰绰有余才对。魏忠贤，你休要血口喷人！你的几处私宅查抄出的赃银赃物，分明只有500万两，哪来的2000万两？明明就是2000万两，你俩非说是500万两，那多出来的1500万两，难不成被你俩吞了？启禀陛下，魏忠贤血口喷人，污蔑张侍郎与刘御史，分明是想搅乱朝堂，开脱死罪。请陛下即刻下旨，将魏忠贤处以极刑。魏忠贤，你罪责难逃，还敢污蔑朕的2位爱臣？陛下，老奴家产确有2000万两，老奴敢以性命担保，就是这2人借查抄之便贪没了老奴的家财，老奴已暗中查过，有卷宗为证。朕不看你那个所谓的证据，你把持朝政这么多年，什么假文书造不出来？陛下，老奴所言句句属实，时间仓促，老奴只查到刘张2人各贪了150万两。陛下只要派人去他们府上搜一搜，就知道老奴所言非虚。皇上岂能凭一个罪犯的一面之词，就去搜查朝廷大员的府邸？朝廷颜面何存？他这分明是在戏弄陛下呀！魏忠贤，朕难道能无缘无故去抄大臣的家？陛下，若是搜出银子，国库便能多出300万两；若是搜不出，老奴如今戴罪之身，身无长物，愿以这项上人头向陛下请罪。好，就这么办。王大办，
派人去2位爱卿府上看看。陛下，陛下不可啊！陛下，您是95之尊，岂能如此儿戏？哦，朕也是没法子，国库缺钱啊。为人君者，岂能因几两银子就去查抄大臣在邸？几两银子，那可是300万两，你竟然说不该查抄？魏忠贤可是押上了自己的命。钱爱卿，你是愿为刘璋2位爱卿作保，还是也想把自己的命押上？魏忠贤，你也别在这跪着碍眼了，事儿是你举发的，你去给锦衣卫带个路吧。皇上明鉴，即便真从刘璋2位大人府中搜出银两，也只能说明其家底丰厚。若就此断定是私扣的赃银，未免太过武断。对，臣家中本就殷实，那些都是祖上留下的，臣等不敢乱动啊。哦，那倒是朕错怪2位爱卿了。可朕记得，昨日朕想让诸位爱卿为先皇葬礼捐些银子，你们个个都说家无余财，日日吃糠咽菜。没错，朕记得很清楚，就是你们俩，还说愿捐出1年的俸禄，对不对？这就稀奇了，家里明明有钱，昨日却跟朕哭穷。2位爱卿，你们可知这是欺君之罪？还真当朕像从前那样任你们拿捏，看来东林党那帮人得提前提上日程。对付东林党这种善于拉帮结伙煽动舆论的文化流氓，就得用更流氓的手段，直接用刀说话。可现在刀把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行，得先抓住兵权。启奏皇上，老奴已奉命查探刘璋2位大人府邸，特来交旨。奏来，肃静。老奴查探刘璋2人府邸，2人府内皆私藏大批金银古玩、玉器珍宝。张志府上折合现银250万两，刘松府上折合现银370万两。合共超过600万两，你们2人，朕到底该治个什么罪？臣有罪，臣私扣赃银，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好，痛快！魏忠贤，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对付贪赃的官员应该怎么着来着？回皇上的话，太祖高皇帝有言，凡官吏贪赃60两白银以上，剥皮宣草之刑。皇上，剥皮宣草本就是太祖高皇帝为了澄清当时混乱的朝纲吏治，不得已才定下的苦刑。大明律中也并没有将这苦刑纳入。况且我朝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刑不上大夫的祖制，我朝也并没有不经三思回审直接斩杀大臣的先例。望陛下开恩，将刘松、张志2人先交3司回审定罪。皇上，为正法纪，请皇上将我2人交由3司定罪。你们的意思是要朕遵从我大明列祖列宗的祖制，将你2人交由3司处置，废除剥皮选草。皇上圣明。可朕还是想坚持太祖高皇帝他老人家的刑法。列祖列宗没有经历朕现在的事，怎么说交由3司就符合祖制？皇上，列祖列宗以宽仁对待臣子，臣子必定会为我大明鞠躬尽瘁。想必列祖列宗遇到今天的事也会开恩的。朕以为应该严办，钱爱卿却说列祖列宗会开恩，这岂不是相悖？不如朕派你们2个去找列祖列宗，帮朕问问。谢主隆恩，谢主隆恩。魏忠贤，老奴才。之前的种种所为，
朕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老奴有罪，老奴万死！但念你侍奉先皇有功，加上今天你探查出了刘璋2个贪官家中合共600万两银子，也算是送了先皇最后一程。以后你就给朕做司礼监秉笔太监，在东厂任个副提督吧。老奴谢主隆恩。魏忠贤，既然刚才查探刘璋2人家底的是你，那抄家这事儿也由你带着东厂和锦衣卫去办吧。抄出来的赃银拿出100万两，用作先帝出殡的丧仪费用。退朝。皇上今天太反常了。何止反常？刚才我替那2人辩解时，感觉皇上的眼神冷得像是要活吞了我。当初咱们发动文官力量扶信王上位，就是看中他明事理、懂规矩，对我们文官以礼相待，能为我东陵冤案平反。可现在看，他保不齐会反咬我们一口。我倒不怕他现在翻脸，我最怕的是咱们不明不白地进入了一盘大棋。大棋？怎么说？天启朝时，魏燕打压东林，我儿同窗被迫蛰伏，等待时机。崇祯即位，同窗们欣喜若狂，纷纷由暗转明，重归朝堂。今天皇上突然重新启用魏燕，如果这时候对我们东林下手，不会吧？皇上就算想动手，总得有个由头吧？哼，咱们背后站着的江南士绅就是现成的由头。别忘了，如今大明国库空虚，普天之下最有钱的是哪帮人？你也不必如此悲观，这只是最坏的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即便皇上真要对咱们动手，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办成的。你们干什么？放开本官！放开本官！住手！大胆阉奴！你们想干什么？皇上方才明明下旨，将刘松、张志2人流放金陵。你们竟敢如此作践朝廷命官，是想抗旨不成？钱大人，好大的官威呀！咱家可不敢抗旨。诸位大人可都听清了，方才朝堂之上，皇上下旨，是让刘松、张志2人去帮皇上问问列祖列宗。皇上何曾说过发配金陵4个字？诸位大人也知道，列祖列宗早已仙逝归了天。咱家想了想，想当面问话，只能亲自送2位大人去见列祖列宗。大阉贼！你以为这还是天启朝吗？岂能容你们这些宦官随意戕害大臣？恩师，救我！我平时可没少孝敬您啊！庶子，竟做出贪墨赃银这等龌龊事，你们与那魏燕有何分别？去向列祖列宗忏悔吧！钱老狗，我们贪墨养肥的可是你，真正的大头全在你手里。老狗，我们是贪了300万两，可前后克扣的近1500万两里，你拿的大头就不烫手吗？你们2个狗贼，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竟敢血口喷人，诬陷本官，本官与你们势不两立。钱大人好手段啊，把嘴一堵，他们可就吐不出幕后还有谁了。王公公说笑了，这2个贼子满口胡言，若是等会儿再说出什么大不敬的话，岂不是有辱斯文？钱大人不愧是士林领袖，这理由找的真是别致。时辰差不多了，送2位大人上路。皇爷有旨，此2人路程大致需4个时辰。4个时辰后，2人若能醒过来，必定能带回了列祖列宗的旨意。若醒不过来，想必是触怒了祖宗，届时削去官职，按平民之礼下葬。斯文扫地，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礼崩乐坏呀！刘松是御史，张志是刑部侍郎，皆为朝廷亲贵，纵是有罪，也该交由3法司会审。杨大人，此言差矣。刘张2人贪墨，证据确凿，已被陛下圣裁，何须再经3法司？难道你还要给他们开脱不成？钱尚书，你休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经审理，直接处决大臣，有损皇上圣德，此乃关乎国体之大事，你又待如何？好了好了，别吵了，诸位吵破天也没用。皇爷此刻就在奉天殿，不如一同去请皇爷评理。对，咱们去找皇上。你速去通知锦衣卫指挥使，让他们立刻点一队人马，速到奉天殿前候着，把那儿给咱家围起来。所有大臣一个都不准放走，更不准他们与外面通半点消息。速去宣方正化、李若莲两人进宫觐见。方正化、李若莲，朕能不能握住这京城里的刀把子，可就看你俩的了。方正化，眼下东厂和锦衣卫人员的饷银发放情况如何？皇爷明鉴，厂卫已有3个月分文未发，即便是饷银减半发放，也断断续续快2年了。李若莲，你们锦衣卫专司侦集消息，你来说说经营的情况又如何？厂卫没饷是因为内渡没钱，经营的饷银由国库拨发，总该比厂卫强些吧？有话直说。回皇上，您有所不知，经营已经欠饷5个月了。什么？朕看过户部奏报，上个月不是刚拨过饷银？皇上，按以往的惯例，户部批了饷银，银子并不会立刻拨到兵部，款项历来先在户部内辗转腾挪，各处亏空先行挪补，待其余藩库银钱周转就绪，再从别处衙门接界调拨，几经转手，方能落到兵部帐下。而且兵部拿到银子，往往也会先挪作他用，等差界到位，才能真正发到经营。这么几次差界倒手，少则拖上几个月，多则1年半载。就算银子最后到了经营，那些将军校尉齐总层层盘剥克扣，最后能落到普通兵卒手里的，10成里能有3成就不错了。皇爷，差事办妥了，那群大臣都在奉天殿前聚着呢。老奴已吩咐锦衣卫把人围住了，一个也没让走。传旨，方正化暂领东厂一应事务，凡在京厂卫人员无紧急差事者，即刻前往北镇抚司教场集结。魏忠贤那边抄家进行的如何了？回皇爷，魏忠贤方才递了话过来，说已超出150余万两现银。告诉魏忠贤，先押解50万两到北镇抚司教场，其余银两全部收入内党。哼，最后留100万两交给国库。皇上三思呀！你们不用劝了，朕意已决，朕要出宫，亲自去北镇抚司发饷。方正化、李若莲，你2人带人随行护驾。遵旨。王大办，在朕回来之前，那帮大臣必须全数控制在奉天殿前，一个都不准放走。朕厂子的人职位小了不行，朕只能靠你了。王大办，你可一定要撑住啊！皇上驾到，速速列队！方正化，奴婢在。朕已下旨，由你暂管厂卫一应事务，开始点名吧。遵旨。方公公，陛下今日亲临，不知有何旨意吩咐？皇上要给你们补发拖欠的饷洋，方才陛下有旨，由咱家暂管厂卫事务。田指挥使，你先去点名。启奏皇爷，厂卫今日到场者合计2200人，未到场者有300人在奉天殿前当值，另有100余人各有紧急差事在外。朕登基以来，有愧于弟兄们。你们方党头前些日子一直在向朕奏报，说厂卫欠饷严重。朕原以为不过是拖延了2、3个月，直到今日，王大办和方党头貌似将账册呈到朕面前，朕才知道厂卫竟已困顿如此。百官们把你们看作朕的鹰犬，但在朕看来，你们和朕才是自家人，才是朕的弟兄。既然是自家人，朕就说点自家人的实在话。朕初登大宝，看到国库内当空空如也，
以为我大明积弊已深，穷困潦倒。但是今天在朝堂之上，你们的魏公公检举了2个朝中蠹虫，这下旨查抄，你们猜怎么着？竟然查抄出白银600万两！狗官，他们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朝堂上那帮狗官骂你们是朕的鹰犬，是朕的爪牙，依朕看，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今天朕就用抄来的这些赃银给弟兄们补足所有欠饷，另外每人再加上20两。你们的职责就是做朕的耳目，监督百官，别忘你们是干什么吃的。都别忘了，你们吃的是谁的饭？吃皇上的饭，穿皇上的衣，为皇上孝子，在所不惜。吃皇上的饭，穿皇上的衣，为皇上孝子，在所不惜。方正化，先不回宫，摆驾经营。皇爷，依奴婢看，经营水深，还是暂缓一步为好。无妨，别忘了，王大办可是把百官都留在奉天殿了。钱大人不好了，皇上去了北镇抚司教场，给场卫补发了饷金，用的就是刘璋2位大人府上抄出来的银子。难怪把朝臣全困在奉天殿。李贵，当年咱们扣下的那块锦衣卫腰牌，你还带在身上吗？回钱大人，一直贴身收着。那就好，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想办法混进宫里去，务必把这封信亲手交到你家老爷手上。秦公，您发觉没有，今天这事儿透着邪乎。肯定有事。今天来的这些锦衣卫人数不少，可老夫相熟的面孔一个都没见着，反倒瞅见好几个过去结过梁子的。元清，待会儿你找个由头，就说纸坊有紧急公务，先离开这儿。出去后立刻去找木差公，把这儿的情形还有老夫的猜测原原本本告诉他。学生明白。李翰林，这是要去哪儿啊？方才想起，翰林院尚有一件紧急公务需即刻处理，本官打算先去处置，稍后再回来聆听圣训。李翰林多虑了，眼下还有什么事能比面圣更要紧？皇爷此刻正在殿内斟酌诸位大人方才所议之事。依咱家看，李大人还是先把翰林院的事儿放一放，皇爷很快就要召见诸位大人了。本官要去处置公务，你一个阉宦也敢来阻拦？怎么，你想效仿前朝阉宦乱政吗？钱大人，管好你的狗！王公公息怒，您千万息怒。下官这学生年轻，不懂事，冲撞了公公。元清，还不给我跪下！奉天殿前，岂容你放肆！看来皇上是早有筹谋，上午拿刘璋2人立威，料定我等必会联名上奏弹劾，便顺势将众人软禁在此。宫外场卫层层戒严，外面的风声半点都传不进来。皇上正好借着空隙，把兵权尽数收拢到自己手中。皇上根本不在宫里，外面肯定出大事了。我们必须立刻出去。你想办法制造点混乱，你就喊着要面见皇上申辩。等所有人察觉到皇上不在宫里后，立马煽动百官往外冲。臣赵立成叩见皇上，不知圣驾亲临，臣罪该万死。原来是赵爱卿，赵爱卿可用过晚膳了，朕赐你陪朕一起用膳如何？臣有罪，臣有罪啊！臣有罪！怎么，我大明经营的士族吃的，你赵提督吃不了？这等糟粕是寻常士族的口粮，皇上和微臣怎可食用此等饭道？哼，你可是经营提督，是武职，我大明的武将何时也学会拽文了？微臣原本是刑部给事中，后经钱尚书保举，才调任经营提督。笔杆子当将军，大明虽有文官监督武将的传统，但也仅限于监察之权。像这种寸功未立、从未带过兵的书生，直接担任经营主官，简直是闻所未闻。没想到东林党竟以猖狂至此，打压齐楚这党，独霸朝堂还不够，连经营都要插手。朕问你，朝廷调拨给经营的军饷粮米都到哪儿去了？皇上容禀，兵部拨下的钱粮刚到臣手中，工部就紧急借调去修缮漕运了。工部调拨给经营的粮饷，你1两银子不发，全让工部跨衙门借走。皇上，
漕运乃国之命脉，漕运不通，江南2米无法北运，是要动摇国本的。子曰：行了，你们来说说，朝廷调拨给经营的粮饷，你们可曾领到过？回上差的话，小老儿从未领过朝廷的粮饷。那你们这些日子靠什么过活？千户大人说，经营的赵提督心善，愿意暂时借银子给弟兄们周转，家里有急事需用钱的，可以去找他借。哦，借银子，怎么个借法？利息多少？回上差，小老儿不识字，懂得不多。不过隔壁的刘二狗年初为了给老娘抓药，借了3两银子，到了年中，千户派人来讨债，说要还6两，刘二狗拿不出，就被人打断了腿。赵立成，难不成你把朝廷拨给经营的粮饷全都拿去放印子钱了？皇上，微臣没有啊，银子是借调给工部了，借给士卒们的钱是微臣自家的私银啊。怎么，子有没有约过？朕此刻该如何处置你？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臣只是暂时借支了一点银子，只是借支啊。哼，连发给经营的卖命钱你都敢借，朕看你的脑袋是不是也能借给朕，用来安抚经营这数万军心？不，皇上开恩！皇上开恩啊！这是经营的惯例，不是臣一人之过。皇上您不能杀我，不能杀我！皇上您不能杀我，我岳父是前尚书，是乾隆帝前尚书啊！乾隆熙，你的手伸得未免太长了。既然如此，朕就好好统一统你们东林这个马蜂窝。李若莲，经营如今暂无主官，由你暂代提督之职，全权处置营中事务。皇上万万不可呀！奴才是锦衣卫，兼任朝廷武职，与组织不符，朝中文官定然会群起弹劾呀。朕也只是让你暂管1两日，你只要稳住经营这几日不出乱子，朕会另派得力之人接手。这里就交给你了，朕还有其他事要办。王公公，我等在此跪候，是为面见陛下，请陛下圣裁。还请王公公速速通禀，请陛下接见我等。皇上正在殿内斟酌诸位大人所议之事，就连老奴此刻也不敢进去打扰。你休要再信口雌黄！皇上自登基以来，对我等大臣向来以礼相待。凡有要事启奏，哪次不是降阶相迎，耐心听取？今日朝堂发生这许多大事，我等在此跪候已超过3个时辰。王公公，莫不是你趁着皇上刚刚登基，人机未稳，软禁圣驾，意图掀起宫闱巨变不成？他将我等拘在此处，久久不让灭圣，分明就是阻断我等与皇上沟通之路。本官不会抗旨硬闯，但现在本官要回去，要联络同窗好友，联名上书，定要参着王公公一本。咱家今天倒要看看，没有皇爷的整日，谁敢走？皇爷让你们在奉天殿前候旨，圣谕未撤，你们竟敢私自离去！你们这些读圣贤书的，难道连抗旨2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了吗？王承恩，你想阉宦乱政吗？连我等上奏言事的权利也要剥夺吗？皇上驾到！朕听说钱爱卿方才遇刺了。启禀皇上，方才确有贼人混入送饭队伍，意图行刺钱大人，已被锦衣卫当场拿下。既然钱爱卿遭遇行刺，想来不会只有这一个刺客。王大办即刻派人将钱爱卿保护起来，记着，为了钱爱卿的安危，没有朕的旨意，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老奴遵旨。皇上明鉴，没人要害臣，臣很安全，臣不需要保护啊！皇上，看来钱爱卿得罪了谁，谁要置他于死地，他自己都还不清楚。王大办，抓到的那个刺客交给东厂，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撬开他的嘴，拿到口供。至于诸位爱卿齐聚在此找朕，是有什么要紧事，非要当面禀报。皇上，刘松是御史，张志是刑部侍郎，2人皆是朝廷亲贵，纵使有罪，也该交由3司会审。如此不明不白被缢死，这于祖于理不合呀！
闭嘴！朕何时意思大臣了？朕分明是让他二人去替朕询问太祖高皇帝，奈何他二人愚顽，触怒了太祖天威，这才被留下回不来了。怎么，杨爱卿对此也有异议？臣收回刚才的话，但是皇上也不该用此等手段处置刘松、张志二人。哦，那依杨爱卿之见，应当如何处置呢？请皇上念在二人曾为朝廷效力，赏赐他们一个身后名分吧。名分那倒不必了，明日朕会派人给他二人家中各送一块御赐匾额，命他们悬挂于大门之上，也算是光耀门楣了。皇上圣明。唉，老夫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皇上今天的举动是意将咱们东林党一网打尽。那咱们今后该怎么办？您得拿个主意啊！慌什么？天还没塌下来呢！别忘了，咱们身后站着多少士绅大户，朝廷的几个关键部门也还在咱们手中，聚在一起，咱们东林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您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您的。皇上如今重新掌握常位，天启朝咱们东林被阉党大肆清免的旧事可还历历在目啊！这种事绝不能在本朝重演。这是自然，咱们皇上不是那种不顾后果的愣头青，皇上才刚刚登基，脚跟还没站稳，眼下还算是个可以拿捏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袁府手中掌握的情报网络。诸位同窗同僚，袁府咱们一定要救！今夜大家立刻分头行动，去联系你们各自掌握的所有人脉，要他们从明天开始集体称病罢朝，同时联名上书向皇上发难。一旦这些人同时罢朝，整个朝廷的运转顷刻就会陷入瘫痪。到那时候，皇上恐怕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小子，下酒。二虎，里面那群老家伙有什么动静没？头，他们就一直待在书房里，这会儿好像是在写什么东西，看架势像是奏折。二虎，把东西分给弟兄们。皇上这次给咱们拨足了饷银，绝不能亏待了夜里当值的弟兄。每人1小壶酒暖暖身子，外加2个火烧夹肉，管够。头，皇上今儿咋了？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弟兄们都听好了，皇上是抄了贪官污吏的家，这银子连国库的边都没让沾，直接就发到了咱们手上。今儿晚上你们就是把眼珠子瞪出来，也得给我盯死了。谁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掉链子，别怪哥哥我翻脸无情。头，府里有人出来了。报！锦衣卫急报，东厂密探急报。皇爷，看这情形，他们明天是铁了心要搞一场罢朝了。哼，他们面对今天这样的施压，要是还不蹦跶几下，那才叫不正常。乾隆熙怎么样了？他可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回皇爷，暂时没有。下午把他关进小黑屋时，他还没什么大反应。只过了2、3个时辰，屋里就传来摔打东西的动静。那就继续关着吧，别让任何人靠近。估摸着最晚到明天他就该撂了。魏忠贤呢？把那狗东西给朕叫来。启奏皇爷，老奴在此候着呢。启奏皇爷，刘璋二府已查抄完毕，除押运至国库的100万两和发放给厂卫的50万两，剩余450万两现银已全部送入内档，账目在此。甚好，明日早朝仍由你率先启奏。陛下，今日朝廷各部告病官员已逾3成，老臣无能，致使礼部诸多事务已无法正常运转。周永春、黄彦士、刘廷元，虽有诸多官员告病，但朝廷运转一刻不能停。这些空出来的紧要职位，就由你们3位爱卿即刻着手遴选贤能，火速补上。今日之内，朕要看到名单。魏忠贤，枉朕如此信任你，将东厂交还你手。现在京城这么多官员一夜之间病倒，你们东厂是干什么吃的？为何没有半点奏报？
皇上，老奴冤枉啊！不是老奴不报，是此事透着古怪。据老奴查探，这些官员看着不像是病了呀。不是病了是什么？你们东厂昨夜到底在干什么？给朕从实招来。是，老奴这就说。昨夜戌时3刻，包括左都御史杨涟、吏部侍郎等，共计13名官员，先后聚集于礼部右侍郎钱谦益府邸书房之中，谈论朝政。魏忠贤，若不想死，就给朕说点真凭实据出来。这些私下言语，焉知不是你编排构陷？是，老奴该死，老奴糊涂。昨夜众官员从前府出来后，便分头去联络各自的人脉，其中左都御史杨涟杨大人先回府邸取了点东西，正欲出门，却被其小妾拦住。他的小妾似不愿杨大人深夜外出，便使了小性子。杨大人便安抚道：“莫闹，老爷我这是去办正事。皇上，后面的老奴就不念了，有辱斯文呀。”好了，休要再念这些无谓琐事，直接说重点。昨夜到底怎么回事？启奏皇上，据查实，昨夜所有突发疾病的官员，皆是在与前侍郎杨御史等10多名官员秘密接触之后，才相继病倒的。且此病来得极快，前后不出2个时辰，便纷纷病重到无法出门了。竟有如此迅疾之症，那这病症岂不同瘟疫一般？御医，传御医！朕问你们，世上可有这样一种病症？只需稍作接触，短则1夜之间，所有接触过的人便会相继病倒，且传播极快。启奏陛下，此类病症医书确有所载，其特征便是发病急、传人快，医家往往统称其为瘟疫或疫气。那此等瘟疫，尔等可能医治？回陛下，瘟疫种类繁多，极难根治，接触即发者更为凶险。欲要控制，首要之务并非医治，而是阻断其传播途径。可有法子阻断其传播？最有效之法，便是将已发病者与未染病者彻底分开，严禁接触。疫气无法传人，假以时日，其势自衰，或可消弭。传旨：凡今日突发疾病、托故不治朝堂之官员，尽数化为染疫疑似之人，即刻起封闭其家门，严禁任何人与其接触，以防疫气扩散。魏忠贤，朕再信你一次，你即刻安排东厂锦衣卫前往各位大人家前值守，任何人不得接触。若敢私自传递消息物品者，以散播瘟疫论处，格杀勿论。老奴遵旨，定不负皇爷重托。臣有罪啊！是臣为了给那不争气的弟子刘松、张志讨个说法，一时糊涂，组织了今日的罢朝。臣罪该万死，皇上要处置就处置罪臣一人吧，万万不要牵连其他同僚。臣等有罪，请皇上责罚。既然知罪，朕也不愿多做苛责。昨晚你们怎么撒出去的网，今天散朝之后就给朕怎么收回来。那些染病的同僚，该痊愈的就让他们赶紧痊愈。臣等遵旨，臣等定当妥善处置。但是今日这么多官员突发疾病，闹得沸沸扬扬，朕总得给天下百姓列祖列宗一个交代。你们回去劝人病愈，总有些人是真病了，再也回不了朝堂了吧？朕思来想去，这些人里怕是有超过1半是真的病体沉重，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了。既然诸位爱卿没有异议，那此事就这么定了。启奏皇爷，昨日查抄御史刘松、侍郎张志府邸，共得现银600万两，其中100万两先帝治丧银，已押送国库；50万两拨付厂卫补发欠饷，剩余450万两全部收入内党，账目清楚。启奏皇上，抄没之赃银，按祖制与大明律，理应。启禀皇爷，昨日您御笔亲书赐予刘松、张志2人的匾额，现已刻制完成。哦，这么快？诸位爱卿，昨日朕听了杨御史的谏言，深觉有理。刘松、张志2人虽犯下贪墨重罪，但念在其为朝廷操劳半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朕决定赐下御匾，留个念想。虽说2人走得早了些，无缘得见圣恩，但有了朕这块御匾，想必也能光扬其家门了。朕已下旨，命2家将此御匾高悬于大门之上，
并派专人看护，以示荣宠。来来来，诸位爱卿都近前来，一同观赏。王大办，即刻送往刘璋二人家中高悬中门，敢不挂者以抗旨论处。老奴遵旨。皇上，刘松、张志二人虽有过错，但皇上如此对待已故臣子，恐令天下士子寒心，令满朝文武齿冷啊！他们殚精竭虑把银子捞进自己口袋，是不是事实？回答朕，刘松、张志贪墨克扣，是否属实？匾额上所述罪行是否属实？是。高爱卿果然明辨是非。朕这儿还有一件事，正要爱卿帮朕断一断。经营士卒衣衫褴褛，欠饷半年，提督赵立成挪用军饷放印子钱，半年利息翻倍。高爱卿，这挪用军饷，私放高利贷，欺君罔上，该当何罪啊？回皇上，赵立成所犯之罪，按律当诛，只是还得是高爱卿，果然是执掌督察院的，执法严明，毫不徇私。不过嘛，念在赵立成毕竟是初犯，从前也是文官出身，对军中机弊或许不甚明了，朕打算酌情从轻发落。所以朕思来想去，株连九族的大罪就免了，但他本人罪无可恕，绝不能饶，因此朕已经命人将他就地正法了。陛下，赵立成既已伏法，经营不可一日无主。这提督一职的空缺，关乎京师防务安危。臣以为经营提督的人选，朕心中已有人选，此事就不劳诸位爱卿费神了。退朝！啊哈哈哈哈哈！哟，杨御史、杨大人，您可算出来了！您那小宝贝在家，怕是等得心焦了吧？就是，老爷，快点回府嘛！奴家想您想得紧，听得我这老脸都臊得慌。你们欺人太甚！斯文扫地，成何体统？斯文扫地，成何体统？高御史，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方才皇上开恩，没深究你们昨夜密谋结党、窥测圣意的事儿，你还不夹紧尾巴赶紧滚蛋？还敢在这摆你左都御史的臭架子？就是，若不是皇上仁厚，不想深究，刚才在殿上，本官倒真想当着百官的面好好问问你高大人，你接手了什么情报网络，发展了哪些东临下线？哼，这与密谋串联、图谋不轨有何分别？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啊！千侍郎被气得吐果汁了！哼，一群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伟人。魏忠贤，老奴在。朕记得你与周永川他们几个交好，去给他们几人带个话，让他们几个想办法凑出15万两银子，给钱谦益府上送去。老奴遵旨。王大办，去把英国公给朕请来。银子，我的天，满满一箱子！刚才他们抬的是要送给钱大人的银子。不可能，钱大人怎么会收他们的银子？定是你眼花看错。可大家都亲眼看见了，那白花花撒了一地，不是银子是什么？肯定是钱大人帮了他们大忙，不然凭什么白送这么多？周永春，死对头怎么会给钱大人送东西？不仅齐党，你们看那边，连楚党黄彦士、浙党刘廷元的人也都来了。老爷，门外士子激愤围堵，骂您收了敌党的钱，正在砸门。皇上这是铁了心要置我东林于死地，我们绝不能认输。今日所受之辱刻骨铭心，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杨涟，你想拉着整个东林上下数百同僚为你一人陪葬吗？老夫本欲涤荡朝纲，如今居然被裹挟着，成了包庇巨贪的乱臣贼子。早知今日，不如辞官归隐。诸公高论，恕不奉陪，告辞了。
木柴公，你怎么说？反正我一定要争到底，这口气咽不下。争，不为我个人名声，为了东林上下几百号同僚的身家性命和存续，也得争。李提督，皇上昨晚真的亲临咱们京营了。皇上到底怎么说的？下个月发饷可是真的？这回能发几成？诸位将军稍安勿躁，圣上言出必行，绝不会让弟兄们再挨饿。因国公道。李提督辛苦，皇上命本宫接管京营一应事务。京营提督印声在此，即刻交接。张之吉，你可敢为我大明操练出一支战之能胜的无敌雄狮？升帐！启禀皇爷，关在东厂进士里的乾隆熙钱大人，好像有些支撑不住了。哦，回皇爷，起初屋里还能听到打砸东西和怒骂的声音，后来安静了一阵子，现在只剩下他时而大哭，时而哀求，还夹杂着好像不断磕头的闷响。他可曾说要见朕？有，除了反复哭喊要求见皇爷，他还一直念叨说有极重要的事要当面禀奏皇爷。既然他这么想见朕，那就带他过来吧。听说你想见朕？回皇上，老臣知罪了。可是手底下的太监伺候不周，慢待了钱大人。没有的事儿，皇上前日刺客是臣身边多年的管家，恳请皇上放臣回去彻查，定给您明白交代。来呀！既然钱大人还没想清楚，送他回去再想10天。皇上，臣知错了，臣真的知错了。好了，朕再给最后一次机会，若再敷衍朕，你口中那些所谓的秘密就永远烂在肚子里吧。陛下，昨日灞朝聚集，是臣受钱谦基指使，与杨连合谋煽动，意图施压。这朕能猜到，说点朕不知道的。朝末魏忠贤家产时，臣与杨连、钱谦益也都趁机贪没了部分赃银。这等烂事早摆在案头了，看来你是真掏不出东西了。臣有。皇上肯定不知道我东林党背后站着谁，我们根基在江南，江浙两地士绅望族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天启年间，魏忠贤迫害东林，我等全靠江南士绅庇护隐秘，才得以保全。陛下登基后，召我们还朝复官，那些江南士绅便借我们朝中势力，把持南北漕运要地，掌控粮布盐等民生物资的定价与流通。后来湖广直隶士绅也想分杯羹，钱谦益便做主召集各方首脑，按地理田亩、渠道人手，将漕运、粮盐、茶铁的行销利润做了统一调配。如此各方利益均分，互相牵制，获利极为丰厚。东林官员也顺势从中分取好处，每逢升迁需打点时，江南士绅也会拿出巨资相助。那这些和你和东林党往来勾连的士绅，具体都是些什么人？你可知晓？回皇上，东林内部向来立有森严禁规，凡与各地乡绅交结往来，乃至上下层级通联消息、暗通生气之事，皆行单线定点之法。个人仅与固定数人暗中接气，只为防一人事机败露，牵累整副生气脉络，致党中一网尽覆。既如此，速将你联络的士绅名册，东林内交结勾连之人，尽数从实招来。臣只负责联络直隶一带的士绅，至于东林内的同窗，也都是皇上相熟的几位啊。你们几个护送钱爱卿出宫，在宫外寻一处僻静安全的院落安顿下来。记着，除了朕指定送饭传信的几人外，严禁任何闲杂人等靠近院子，更不许钱爱卿与外人接触。今日叫诸位来，是有一事相求。事先不忙说。钱大人，今天朝堂上的事，您不需要说清楚吗？
郑掌柜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风言风语不敢说，在下只是怀疑钱大人是否还能掌握朝廷，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再在这一棵树上吊死？除了老夫，你们这群奸商又能去靠谁？你说什么？人贵在知道吃几碗干饭，你一个失势的侍郎，凭什么吆五喝六？没了你们，咱爷们照样赚银子。好啦好啦，老郑，火气别这么大，有话坐下说。当初我等将信王扶上皇位，谁曾想他登基后竟失去掌控，他全都是装出来的，为的就是将我们一网打尽。老夫恳请诸位，与我东林、同州共济，共度此次难关，设法堵塞通州运河，趁机大幅抬高物价。这事儿风险可不小，运河不是说堵就能堵的。事成之后，我们能得到什么？诸位助我东林重掌权柄，日后自当投桃报李，必有厚报。放屁！上次为了帮你们，我们掏了200万两雪花银，好处屁都没见着，真当我们是开善堂的呀？钱大人，咱都是生意场上的人，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只要钱大人能办2张2引盐引，这事儿我们就替您办。钱大人，方才是在下鲁莽了，只要您同意，咱们的旧账一笔勾销。既如此，老夫就应下了。待我东林稳住局面，定为诸位办妥。那么就按老夫方才所说，请几位掌柜即刻去办吧。800里加急，800里加急，800里加急！运河阻塞，消息还没报到朕这里，京城百姓倒先全知道了。回皇爷，下午锦衣卫奏报，通州运河因旧船沉没阻塞，只是据老船工议论，痕迹不似自然损坏，更像是被人故意凿沉的。朕当然知道有人搞鬼，你们说说，谁敢干出这种动摇国本的事儿？皇爷息怒，这是京城里最先开始涨价且涨势最凶的几家米铺布珠。老奴已着人连夜查过，这些铺子都是直隶一带几个大族的产业。依老奴浅见，最近东林那边动作频频，很不安分，而他们背后向来有各地士绅大族支持。老奴敢断定，此番物价飞涨，运河阻塞，定是东林等人勾结这些商人搞出来的鬼把戏，意图扰乱京城，向皇爷施压。皇爷，这些奸商胆大包天，竟敢勾结朝臣，哄抬物价，扰乱民生，实乃十恶不赦。依老奴看，皇爷应立即下旨查封这些奸商的铺面货仓，同时派锦衣卫与东厂彻查与此事有牵连的东林官员府邸。至于那些躲在直隶老家的士绅主谋，也应即刻索拿进京，抄没家产，以儆效尤。朕即便是天子，行事也须有法度，岂能无凭无据，随意查抄商贾，搜查大臣府邸？眼下当务之急是平抑粮价，稳定人心，强硬弹压并非上策。你二人即刻带人连夜统计清楚京城各民间商户仓房里的实际存粮数目，若真到了缺粮的地步，朕会从就近县衙官仓中调拨粮食出来，同时把锦衣卫全散出去，把朝廷有粮，皇上会为百姓兜底的消息散出去。无论如何，绝不能让粮荒的恐慌蔓延开来。遵旨。启禀皇上，臣奉命接管京营，昨日彻查营中兵员、军械、粮秣、辎重等各项实数，结果触目惊心，京营积弊之深，糜烂之甚，远超臣之想象，其中情状骇人听闻，臣不敢不报。经臣严查，京营副将赵大海勾结下属137名军官，结成贪腐网络，长期大量倒卖朝廷调拨给京营的粮食部被服，乃至军械火堑。每次朝廷调拨粮饷物资，这群京营蛀虫竟敢克扣倒卖近80%，剩余2成也仅分发给各营将领的私人部主、亲兵家丁。这便是士卒衣衫褴褛、饥寒交裹的真正缘由。现涉案一应人等，臣已悉数拿下，严加看管。如何处置，臣不敢自专，请陛下圣裁。英国公，你做得很好，不仅揪出了军中这群蛀虫，更审问出了赃物的去向，心思缜密，殊为难得。皇上谬赞，臣惶恐。虽审出些眉目，但时隔已久，
那些收赃的商户恐怕早已将物资转手隐匿，难以追溯了。无妨，我大明地大物博，区区几担粮食、几匹布，朝廷还损失得起。但是此事关乎朝廷法度，必须问个水落石出。凡参与此案倒卖军备的将士与收买赃物的商号及相关人等，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皇上圣明，自当依法严惩，以肃纲纪。既然诸位爱卿皆无异议，那此事便由英国公全权负责督办。臣领旨。魏忠贤，老奴在。即刻调派东厂与锦衣卫得力人手，全力协助英国公办理此案。按照奏折所列的米铺、布行等，逐一查封缉拿。凡掌柜管事家眷一个不漏，全部所拿下狱。朕要看看他们是何方神圣。皇上，万万不可啊！这些商号都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商户，如今运河阻塞，外省粮米一时难以抵京，正需他们全力运转，调集存粮啊！若在此紧要关头不问青红皂白，将他们全部所拿下狱，断了粮布来源，运河又一时难通，京城百万生灵何以为继？此非治国之道，恐会激起滔天民变，动摇国本啊！皇上，不见得吧，钱大人。即便运河断绝，仅凭现有存粮，也足够京城百万军民之用3月有余。哦，存粮足以支撑3个月。那昨日京城为何还闹起了粮荒，引得物价飞涨？3个月时间，就算是新开辟一条临时河道，也绰绰有余了吧？皇上，臣以为这恰恰暴露了奸商们的险恶用心，他们分明是借运河堵塞之机，故意囤积居奇，散播恐慌，以此哄抬物价，谋取暴利，其心可诛。臣怀疑那运河的堵塞也未必真是意外，说不定就是这帮奸商为了制造涨价由头，暗中使的绊子。周爱卿所言不无道理。若真如此，这帮奸商先是盗买军资，触犯国法，后又阻塞运河，扰乱漕运，再囤积居奇，祸乱民生，数罪并罚，朕就更该将他们严加审讯，查明真相了。皇上三思，皇上，这些商号掌柜都是在京城经营多年，信誉卓竹之辈。若仅凭一些尚未查实的怀疑，就大兴牢狱，将他们悉数所拿，消息传出，天下商贾必将人人自危，谁还敢来天子脚下安心经营？长此以往，商旅不通，货季不畅，损害的是朝廷税部，动摇的是国家根基啊！此非明君所为。哼，杨大人此言差矣。商贾之道，守在守法。若因几个奸商触犯律法，朝廷便畏首畏尾，不敢依法惩治，那才是真正的因噎废食，得不偿失。我大明商贾何止百万，诚信守法，愿在京城正当经营者大有人在。朝廷依法严正监佞，正是为这些粮商扫清障碍，彰显公平。若纵容此等倒卖军资、祸乱民生之徒逍遥法外，那才是寒了天下守法商贾之心，笑话！难道朝廷的脸面就是靠与几个商贾锱铢必较、大动干戈来维持的吗？传扬出去，岂不令天下人耻笑朝廷气量狭小？我大明律法，难道只是为升斗小民所设？富甲一方、手眼通天的豪商巨贾就可以公然违法，而朝廷却只能听之任之？你够了！启奏皇上，左都御史高攀龙有本启奏，经营副将等人勾结商号盗卖军资，此事人赃并获，证据确凿，依大明律，自当严惩不贷。臣附议，请皇上即刻下旨，所拿一干涉案商号人员到案，严加审讯，追查赃物，以正国法。至于周大人所疑，虽然还属于猜测，没有得到实证，事关民生国本，万万不可轻忽。臣愚以为，当先以盗卖军资重罪，将涉案商号人犯尽数拘拿归案，待贵审之日，令三法司会同会审。若各罪皆查有实据，便按律数罪并罚，从严惩办，以儆效尤，以安民心。高御史说得好，盗卖军资已是重罪，是否另设他罪，一查便知。我大明律法森严，岂容奸商杜虫肆意践踏？我大明从不缺诚信安分的商贾。督察院既已有公论，准高爱卿所奏，传旨：英国公张之吉、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朕命你二人即刻依名单所拿所有涉案经营军官及商号人等，查封相关店铺及仓库，一干人犯押送刑部大牢候审。此案由朕亲自主审，三法司各派堂官复审，务必查个水落石出。领旨。启禀皇爷，老奴还有个小小的提议。
方才诸位大人也说了，若是朝廷直接惩治这些奸商，怕民间会有闲话，说朝廷不教而诛，或者官商争斗，百姓遭殃。老奴倒有一法子，既可正法度，也可安抚民心。不如等审理这案子的时候，咱们把刑部大堂的门打开，允许百姓进来旁听，是非曲直、罪证口供全都摆在明面上。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亲眼见了，亲耳听了，自然就明白皇爷和朝廷为何要承办这些蛀虫，也就明白皇爷的苦心和无奈了。皇上，这主意好呀，也让老百姓都来看看，让大伙儿都知道，朝廷的官员犯了法，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也得受审受罚，这样才能显出我大明律法的威严，老百姓才会真的信服朝廷。臣附议，臣附议，臣也附议，此乃光明正大之举。既然诸位爱卿都同意魏忠贤的提议，那朕就准了。经营那群罪将，还有涉案的奸商，即刻索拿，押送刑部大牢，马上准备开审。朝中百官，除非有朕的特旨，否则一个都不准缺席，全都给朕去刑部听审。若审理结果属实，便是给尔等最好的前车之鉴。听说了吗？皇上今天要亲自在刑部大堂审案。审什么案？就是抓那些大粮商、大布商的案子。听说他们勾结经营的军官，倒卖军队的粮食和军夫。这次的粮荒，说不定就是他们搞的鬼。真的假的？皇上亲自审，千真万确。而且说了，允许老百姓进去旁听。千亿，杨连他们人呢？回皇爷，钱大人、杨大人他们散朝后，就说突发急症，告病回府休养了。把朕的圣旨当什么了？说不来就不来。魏忠贤，老奴在。去，带着朕的口谕，把那群人全都提到堂上来听审。别说是病了，就算入了土，也给朕挖出来。老奴明白，这就去办。将经营里参与倒卖军资的人员全带上来。英国公，昨日你先审过一轮，把你审出的结果当着大家的面再说一遍。赵大海，给皇上和所有人说说，拨给将士活命的粮食、御寒衣被、军械都上哪儿了？回皇上，是末将鬼迷心窍，我同他们几个把粮米军服、旧军械偷偷卖给了京城商号。哪些商户？说出来。有宝康米铺、鸿盛米铺、广元布行。朕问你，这些人是不是找你谈生意的掌柜？皇上，就是他们来找罪臣谈的。皇上，草民冤枉啊！小人就是收了点粮食和布匹，真不知道那是经营的军需呀！你放屁！粮食分不清，布料上印着经营的记号呢。军械兵器没有批文，你们也敢收？骗谁呢？还挺有骨气。魏忠贤，看你的了。皇上，我们找，我们全找。我说是乾隆系钱尚书，是他从中牵线，把我们聚到一起，去买赵提督弄出来的物资。天下做生意的人那么多，他为什么偏偏找上你们几个？回皇上，赵立成想当经营提督，需要大笔银子打点，钱尚书找我们出了钱。后来赵立成进了经营，答应用军需抵还债务。英国公，你们经营出的烂事，你自己处理。来人，即刻处斩，以正军法。皇上，皇上，皇上！草民还有要紧事禀报啊！皇上，京中近日粮荒，皆是小人等蓄意作乱。我等寻了数艘破旧废船，故意凿沉于运河要道，拦河堵航，断了京师粮运。随后，我们又派人在城中四处散播流言，谎称南方粮船断绝，无粮北运。紧接着，我们几家商号一起闭门停售，一粒米也不肯流出，就等着市面人心惶惶，粮价崩盘暴涨，好趁机谋取暴利。你们这些上不得台面、狗屁倒灶的烂事儿，朕没闲工夫细听。说点朕关心的。我全说。昨天叫我们碰头的是钱大人，是钱大人啊！哦，哪个钱大人？
说全乎了。礼部侍郎钱义，钱大人，还有御史杨连杨大人。好啊，好一群为国为民的东林君子。今天这出戏，朕和京城百姓可算开了眼。诸位爱卿，戏唱到这份上，可还有话要说。三法司的人呢？臣在。朕命你们接着审郑掌柜刚刚供出来的人，一个不漏，给朕查。他们干的那些倒卖军资、哄抬粮价、勾结官员、祸害百姓的烂事儿，一桩桩、一件件，按大明律该抄家抄家，该杀头杀头。朕和这京城的老百姓可都看着呢。臣等遵旨，绝不敢徇私枉法。英国公，朕还有事要嘱咐你，你随朕回宫。臣遵旨。东林这块烂疮算是弯掉了，朝堂空出这么多位置，得赶紧把自己人填进去。大班，你亲自去，火速把这名单上的人都找来，朕要立刻见他们。皇上，英国公已在暖阁外候着了。快进。英国公，除了带兵，对我大明周遭这些豺狼虎豹，可都有了解。皇上烛照万里，微臣不敢在陛下面前卖弄。不必过谦。来，你给朕说道说道，这些势力眼下究竟是个什么光景？臣斗胆，漠西如今是些分散的小部落，约2-3万兵力，力量有限。蒙古大部落游牧在科尔沁，约4-5万兵力，现与贱奴结盟。察哈尔的林丹汗自称正统，有兵5万，但人心不齐。至于辽东贱奴，如今是皇太极当家，兵马7万，全民皆兵，战力当属最强，却是我大明心腹之患。未来谁对我大明的最大？回皇上，臣以为是林丹汗。林丹汗善用离间计，贱奴总想让科尔沁打头阵，只要科尔沁认清贱奴意图，林丹汗便可联合蒙古诸部合力对付贱奴。去巡视经营，实际兵丁不足14万，你实地看了，给朕报个数，真正能拉上战场的有多少？回皇上，经营勘战之兵不足2万。假设朕任给你8万兵马守京城，如果科尔沁来攻，你当如何？坚守城池，前使携厚礼赴察哈尔游说林丹汗攻其腹地。科尔沁后院来火，必然退兵。那若是林丹汗亲率主力来攻呢？若其主力远离根本，贱奴与科尔沁定会趁虚而入，直捣王庭。此乃自取灭亡之道，他没这么蠢。那么，如果是贱奴皇太极亲率举国精锐，绕道蒙古，直扑我京城下呢？你又当如何应对？朕替你说吧，你对付科尔沁和林丹汗的方略，都是靠着他们之间互相牵制，甚至用了围魏救赵的法子。但贱奴不同，倘若贱奴来攻之前，先和科尔沁通好气，让科尔沁牢牢牵制住林丹汗，保住自家后路，然后皇太极就能一心一意全力来攻打京城。就算他最终打不下京城，只要在京城周边大肆劫掠一番，那也将是我大明的奇耻大辱。朝廷颜面何在？天子威严何存？爱卿啊，还是得拨出一部分心思，死死盯住贱奴才行。皇上圣明。方才说的终究是纸上谈兵。英国公，你对如今的经营到底怎么看？禀皇上，如今的经营可谓百病缠身，积重难返。其一，粮饷，先前那些蠹虫层层克扣，导致营中兵丁面黄肌瘦，体力不济，更不要说战斗力。若能保障粮饷充足，按时发放，臣敢立军令状，半年之内，经营可战之兵必能恢复到10万以上。好。其二，操练与军械，经营已经多年没有认真操练，阵法生疏，技艺荒废，要恢复战力，必须严加操练。而操练必耗军械，磨损甲胄，消耗辎重，这是一大笔开销。其三，也是臣以为最紧要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经营如今除老臣之外，还需要一位能真正统兵仗、能镇得住场面的帅才。爱卿心中可有举荐之人？皇上，
臣今日前来，正想向皇上讨一份敕封。何人？孙传庭。武将之中能让朕记住名字的不多，但孙传庭绝对算一个。那时的朕颇有几分后世常被调侃的微操之风，最终落得个刚愎自用、累死三军的下场。这一世必须痛改前非，绝不能再重蹈覆辙。英国公孙传庭的事，朕准了，立刻召他回京，就先安排在你经营之中任职。臣遵旨，必不负皇上重托。你去传旨给魏忠贤，让他立刻安排得力人手，前往江西分宜县，找寻一个名叫宋应星的教育，找到之后即刻派人送他进京见朕。另外，在他家中书房仔细搜查，把所有写了字的纸张，不管是什么，一律封存，不准任何人翻阅，全部装箱贴好封标，给朕原封不动地运到京城来。是。干爹，皇爷这是唱的哪一出？怎么会让咱们去找一个偏远地方的小教义？